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大脑很重要，越灵活越好。虽然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大脑可以用，但会点开这支影片的你一定是个例外。如果呢，大脑可以专心做它重要的工作，专心用在思考、分析、决策跟创造，那你的大脑一定会很高兴。我们在聊 GTD 的时候，曾经讲过，将脑内所想的写到载体上，比方说实体或云端笔记，或是各类的工作软件上面，可以减少大脑的多余消耗。换个角度来说，善用载体具有分担大脑负担的作用，就像多了一个额外而且可靠的大脑。将我们的知识、想法放到这个载体上，要用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这些知识，并且拿出来用，甚至还能给别人来使用。所以科幻一点都不科幻，是吧？你的知识是可以分享的。那么这期我们就简单聊聊创建第二大脑课程的创办人 Tiago Forte 的 PARA 方法，来优化我们组织整理任务的品质。使用这个 PARA 方法整理任务或资讯，可以让你把精力集中，使用它们更有效率。因为 PARA 某种程度上会让你把你大部分的事情都整理出来，当任务一目了然，就容易排列优先级，也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任务们的可操作性和使用频率。PARA 代表4个分类的原文缩写，同时它们也代表了4个步骤。你之后可以做4个标签或者是4个文件，来作为你操作 PARA 系统的可视化方案。这个有点像 GTD 哦。我们说过，可以用的方式，不管是什么逻辑，它都是好方式。好 ，PARA 分别代表专案、领域、资源跟档案。专案分类包含你个人所有具备清晰实现或目标的任务，可以透过下面的问题来判别什么可以分在专案。我负责，我需要在什么什么期间或期限内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或任务，比方说安排下次什么廉价的家庭旅游，或者是2023的理财规划。当你碰上或突然想到任何想法或资讯，可能会帮助你完成相应的专案，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就把握机会，尽快把这些资讯、这些想法用适当的方式，比方说纸笔，比方说语音，比方说照片，用各种形式放进你相应的资料夹里面。这个资料夹是建立在电脑里面的哦。这样的效果是，当你打开这些专案资料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专案里面最新加入了什么东西，产生了什么想法。你会看到时间戳记嘛？这个也像是你打开存档就可以直接读取进度，你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进入这个专案的状况，重新跑之前的思考过程。等到你真的有空要来处理这个专案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到最新的状况，并且保有当时的灵感，继续往后面推进，节省你大量的时间。我们说想法或灵感是稍纵即逝的哦，我们或许都曾经有一个很好的点子或很好的想法闪过的经验，而当下并没有把它给记录下来，事后再去想，往往都想不起来。你特别空出时间坐下来，好想法更是不会出现。而有方法的留下它们，就能够提高我们展开计划、推进计划、抓住好点子的效率，避免重新思考和摸索的资源浪费。所以前面说的，当你有任何想法或资讯可能帮助到相应的专案的时候，你就要尽快的用任何方法赶快把它记下来，录音也好，图片也好，写字也好，赶快把它捕捉下来，丢到专案夹里面，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想法变成最新的档案，也就是你最新的进度。当你有时间坐下来好好思考这个专案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去想你这个专案要不要照你的新的想法去进行，照你的新想法推进。好，这个是专案资料夹的操作方法，还有最主要的捕捉灵感要丢在这里。好，接下来领域分类，放入想要长期培养、精进或维持的兴趣、能力或习惯。在这个分类没有具体的实现跟目标，就是追求目标领域的精进跟成长而已，进步没有终点。放在这里的项目也没有推进的终点跟期限。如果你用艾森豪矩阵来看这里面分类的任务，那么这些任务通常可以被分类在重要而不紧急的任务里面。具体的说，如果专案资料夹里面有一个安排下次什么廉价的家庭旅游这样的专案，那么在领域里面它对应的就是旅游资料夹。旅游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知识和技能，比方说怎么买机票、怎么订房间、怎么防御驾驶，在国外呢要怎么样自保，像这样的知识技能它都放在旅游里面。它可以是你的能力、你的兴趣，总之它是一个概念化、抽象化、范围更广的一个分类，相对于具体的专案哦。又比方说，如果你很重视健康跟家庭，那这里很可能就会有身心锻炼、家庭生活之类的项目。不管你要用什么样的标签、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你在领域里面开启的资料夹，都看你个人怎么理解就好。
那我们可以透过下列的问题来判别什么东西可以分类在领域分类。问自己，我想要在什么领域特别出色？什么事情需要长期培养才能逐渐看出成果？我一生中需要持续灌溉哪一些领域才能真正的幸福快乐？透过这3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去想我们的领域要开启哪一些资料夹了。你可以在这里暂停一下，好好思考一下这些简单却又困难的问题。再来第3个，资源分类，它其实是一个收纳空间哦，它并不优先，也不那么重要。你有兴趣未来可能会深入了解的，这些具有参考价值但现在不会处理的，可能对未来专案领域有用的板模、列表、程序或技巧，具有启发性的故事、案例，这些没有这么急迫，并不优先，也没有那么重要的资讯或知识，你都可以先放在这里。这个资讯分类就跟 GTD 里面的资讯池分类有一样的作用。记得你放在这里的档案，它的名称或标记一定要明确，要容易搜寻。当你要找的时候，就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后，档案分类。前面的任务或资料如果完成、失效、过期或不会再用到，就通通归类到这里。很少用到、不能乱丢的资料，比方说各种单据、说明书、证明、证书，也可以丢到档案分类。概念就像 GTD 里面的归档一样，名称或标记要明确，要容易搜寻哦。任何你不想忘记但真的没有用的资讯，也可以归档到档案里面。基本上前3类以外的东西，通通都丢到档案就对了。这个也是我们用电脑来操作这些工作方法一个很好的优势。只要我们的记忆体够大，档案随便放都不会占空间。记得有空的时候备份一下你所有的档案哦，它会救你一命的。所以档案虽然是放了一堆杂物的地方，但是呢，它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它维持你的工作系统环境的简洁，也就是说，它能够减少令你分心的元素，让你主要能够专心在重要的事情上面。你会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专案，再来是领域，剩下的2个分类，可能除了最初分类之后，你几乎不会碰。有一个比喻很好，它比喻 PARA 就像工作台配置。正在进行的专案你会放在桌上，而领域你会放在抽屉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研究。有兴趣但现在没有空管的资源收在一旁的柜子里，而其他要长久收起来的档案就收到储藏室里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形象的故事，不时来调整这些东西，少用而且对自己似乎也不重要的果断往后面放。这样的效果是时间精力分配比较有效率。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注意到，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以为会做，但却从来没有付诸行动的空头事件、空头梦想。请好好考虑，你是不是还要继续惦记这个梦想，还是面对现实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在意他们呢？那么这期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多少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我是 Byron， 我们下期再见喽。